新鲜的王一博出来了，真是鲜活有魅力，不愧是乡家少年，嘴上惜字如金，行动一点不含糊，低调实干的天花板，说的就是王一博。谁能想到，高冷的酷干一头小卷毛，跟工坊做了一顶手工帽。作为乡家的宠儿，新品向来都是王一博先来，对他的想法和需求总会帮他完成。2年前采访说爱纽扣与帽子，时隔2年兑现实操，整个过程看下来，快被他萌的不要。看到他认真学工艺时，专注满分，拿捏面料又呆萌无措，看见摆件眼睛发亮，以心惦记工坊网球拍，不爱画大饼是热爱，所有心动只靠行动兑现。这次王一博现身巴黎19米大楼高级手工坊，一身格纹西装搭配蓬松小卷毛，不愧是乡家小王子，沉浸式完成一顶专属手工礼帽，就这么水灵灵的兑现了2年前的心愿。现场又专注又呆萌的模样，火速刷屏热搜榜。乡家一出手就是不凡人家，每年总会推出一季顶端手工坊系，致敬创作核心的法式精湛工艺。这香奈儿的年度盛会亦是一曲诚挚礼赞，献给刺绣坊金银是房山茶花，给予饰坊织帽坊与鞋履坊的能工巧匠，推出的各个系列皆由他们成就。这次居然是马修布拉奇创作的顶端手工风系列，而他带着王一博制作帽子，果然接触的都是匠人，才会有匠心的基底。王一博就是这样的人。早前采访随口提偏爱香奈儿纽扣手工帽，旁人只当客套场面话，可是他是实干家。谁能想到时隔2年直奔巴黎 19M 手工坊，亲手落地一顶帽子，旁人喜欢挂在嘴边，逢人就说他偏爱，默默落地爱的兑现。爱街舞就练到肌肉形成，本能技艺爱赛车摩托就驰骋职业赛道，爱滑板摔变磕碰练出水准，爱演戏就深耕突破小众难拿捏的角色。一个外表清冷不爱客套逢迎，骨子里藏着一腔孤勇执着热爱。如果说商务行程出境穿搭可以统筹安排，但发自内心的热爱装不出来。做手工的他那股认真的劲，嘟嘟嘴眼睛溜溜转一下，思考中带着萌，想好了就开始做，真的有种反差的萌感。不得不说，如今的模特姐姐们出图速度是真的快。王一博一有点动态素材，表情包紧随其后就来了，主推一个快加鸡腿一趟巴黎州。没想到他会这么忙，咱家物料拍的真不少，拍完你的拍你的。Chanel 罗意威 Valentino 直接躺赢，王一博真值得。使不完的牛劲经历是真的棒。天哪，筹备2年的这就是街舞期好像要流产了，虽然这就是街舞官方账号转发了最新5月11日官宣的优酷2026年综艺片单，可片单当中压根没有这就是街舞期的影子。阿酷竟然主动删掉了曾经最拿得出手的街舞系列吗？要知道去年2025年5月8日酷春片时就单独官宣了街舞期的回归，还发布新一季的 Slogan Battle for Beast， 且2025年9月8日优酷还2次官宣，将其列为宗恩代换新核心项目。要知道这2年来，陆伟导演开了无数次线下见面会，全球招募舞者，好多舞者都去参加，还选了一轮又一轮网上队长的版本，都朝有好几个。按理说队长都定了，录制时间也定好了，说2026年 Q2 就开拍，谁能想到立项这么久，这样板上钉钉的王牌项目库竟然直接把它从计划里划掉了，这影视寒冬的风也是凉到了综艺界啊！我真的太唏嘘了。就用实打实的招商数据和财报信息回顾下，这就是街舞系列 IP 的发展史，看看它到底怎么从优酷曾经最拿得出手的王牌 IP， 在失去了核心支撑后，沦落到被资本说扔就扔的地步的。街舞前2季其实在垂类里做的还不错，口碑也好，定位也清晰，但没有真正破圈层，商业变现能力有限。整个街舞系列真正的分水岭是王一博正式加盟的第3季。根据街舞的制片方灿星的上市公司星空华文2021年年报，街舞3单季项目给制片公司创造的营收达到 2.1亿元，实现系列营收首次突破2亿。对于平台来说，更别说了2020年优酷招商大会公开数据，街舞3平台整体广告收入达13亿元，创下当年网综招商纪录。到了街舞4更猛，星空华文2022年年报显示，街舞4营收 2.39亿元，为全系列峰值，毛利率 34.9%， 远超同期集团王牌项目中国好声音 2.2% 的毛利率。
优酷官方战报标注，街舞4商业化规模较上一季街舞3同比提升40%到了，这就是街舞5。肉眼可见，大半冠名赞助商务都是冲着王一博来的。他一个人扛起了全系列的招商底盘。都说节目火不火，一看数据，二看招商，三看衍生品开发。举一个街舞系列盲盒数据为例，依据优酷综艺商业化白皮书，王一博参与的3季系列盲盒娃娃单赛季销量达100万级，衍生品自营加授权，总交易额突破8亿元。可以说那时候的街舞系列再酷，真是综艺一哥行走的印钞机。看王一博参与的3到5季就知道项目招商满当，商务取证完善，衍生品持续出卷，平台制作方品牌3方实现共赢，堪称宗恩带良性发展的典型案例了。但王一博缺席街舞系列后，整个 IP 商业价值是堪称断崖式下跌，核心总冠名勇闯天涯连续4季，独家冠名方跟着王一博跑路了，转头赞助他的电影热烈，还真诚写长文力挺说这个夏天我选陈硕，直接导致了街舞6的延期。好不容易录像开起来没冠名，场景简陋的不行，被全网调侃穷到吃不起火锅，招商热度口碑全腰斩。再看星空华文2024年港交所财报，整个公司全年营收才 1.63 亿，亏损 2.33 亿。对比一下王一博在的时候，街舞单季营收就 2.39 亿，现在公司一年这么多项目都不如当年一季赚得多，现在街舞7筹备2年，眼看都要难产了。看来这就是街舞也没摆脱宗恩带平台的通病，总以为复制赛制保留 IP 就能一直做下去，全忘了宗恩带的立身根本是能留住核心个体，守住价值体系，没有核心个体的支撑，再强的 IP 也会沦为空壳，就像跑男早期靠邓超等核心 MC 撑起国民度，后期核心成员离开，口碑和招商也持续下滑。中文带的衰退更像是平台物，把 IP 载体当成核心价值，忽略了核心个体才是 IP 的灵魂， IP 加核心个体的双向支撑缺一不可。而王一博最厉害的从不是困在巅峰，而是在巅峰时总能果断奔赴下一条上升赛道。但这届的黄金时代始于他的加盟，也终于他的转身。评论区来说说，你觉得宗恩带是 IP 重要还是核心人更重要？如果大家感兴趣，下期我们还可以深度拆解为什么王一博每次都能精准踩中风口，稳步转型的底层逻辑，看看他到底凭什么能站在下一个上升赛道的起点上。别等行业不行再转型，真正聪明的人都在巅峰时刻主动转身，这一点你去看王一博转型底层逻辑就懂了。王一博的这就是街舞连续3季爆火，街舞迎来行业史上最大高光亚运会奥运会2大世界级体育盛事风口。王一博是亚运街舞官方电影主角，靠系列综艺成为全民街舞 icon， 整个圈子的热度资源曝光全部来到顶峰，全行业全圈层提到街舞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。就在街舞圈子正当红，各类活动综艺行业资源扎堆涌入，所有人都在收割流量的时候，他直接抽身离开了街舞赛道。更早之前，滑板运动迎来全民扶持小众运动破圈的风口，他拿下中国滑板运动推广大使身份，把这项乐推向大众视野。当滑板赛道的热度被彻底点燃，他同样果断转身。影视赛道也是同理，全网各大视频平台级体向他抛出橄榄枝 ，S 加聚集头部综艺，批量流量项目扎堆邀约，所有平台都想复制他的顶流模型。在全网平台红利最鼎盛，人人争抢流量的时刻，他拒绝批量古偶，拒绝平台流水线项目，依然转身扎进电影赛道，精准赶上后疫情时代电影市场最后一波红利。无名长空之王等作品让他成功在电影圈站稳脚跟，拿下金鸡华表等各大主流奖影帝提名。可就在电影圈对他的专业认可度拉满，奖项背书齐全，所有人都希望他持续接拍电影快速变现的时候，他再次选择转身，跳出影视聚光灯，考取专业赛车驾照，深耕户外纪录，钻研攀岩等极限运动，既避开了电影圈后续的冰河寒冬，又精准踩中近几年户外生活方式赛车运动全面崛起的时代风口。有人说他这是运气好，是背后有高人，都不愿意承认他拥有极强的赛道预判力。绝大多数艺人都是等赛道红利衰退，热度下滑，才被迫慌忙转型，被动陷入圈子内卷。而王一博的底层逻辑，主动选择自己定义赛道，
自己掌控节奏是爬上一座山的顶峰，立刻看向另一座更高的山，从不再在下坡路挣扎，永远把自己放在下一个上升赛道的起点上。事实上也是，每次当一个赛道需要标杆 icon， 需要破圈，需要被看见时，他都能入去托举整个行业。等赛道红利兑现，所有人扎堆涌入，他便抽身离场，不恋战不内耗，不被流量绑架，奔赴下一个待崛起的全新领域。他从不去追逐风口，而是自己开辟赛道，自己成为风口，放在整个95升梯队，甚至所有年轻艺人中，这份定力与预判力几乎是独一份的，不靠曝光续命，不靠聚集锁热度，多线布局，长期深耕，越是减少内娱曝光，高端商务资源反而越逆势上涨。其实放在我们普通人身上，道理完全一样。大多数人都是行业下行，环境变差才慌忙转行，真正厉害的人都会在自己最好行业最旺的时候，提前布局下一条路。真正的安全感，从来不是守住当下的巅峰红利，而是拥有在高光时刻主动转身，奔赴全新赛道的勇气与定力。你们说呢？你觉得王一博最爽的一次赛道转身是哪一步？欢迎评论区聊聊。